1786年，台湾爆发规模空前的林爽文事变。这次事件使得台湾西半部乃至藩界外的中央山脉山脚下先陷入熊熊战火。近代台湾社会内部长期的族群冲突，在林爽文事变中显得更加残酷。除了闽籍与客籍之间的冲突，漳州籍与泉州籍之间的斗争以外，藩界内外的熟藩与生藩部落也被席卷其中。不夸张的说，整座岛陷入大动荡之中。最终，汉人人口骤减40-50万人之多，几乎相当于整座岛的汉人减少了1/3。这绝对是清代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动乱。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林爽文事变的始末。事实上，这场事变的终结也象征着清帝国治台政策的大转弯，从连熟藩、生藩牵制汉人，转变为以汉治汉。这项转变将对往后的台湾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在进入林爽文事变以前，我们先来看一看，在这起事件爆发的4年以前，也就是1782年，在台湾中部爆发的漳泉武装械斗。在进入正式内容以前，我想要来分享一下一个进行时的合作计划。历史卫视和台湾知名的线上课程平台知识卫星正在研究合作，讨论共同推出一款历史内容的线上课程，目前仍在问卷调查阶段。如果对历史卫视开一门线上课程感兴趣的话，欢迎点击置顶留言中的连结，并填写问卷。从上一期关于1768年黄教的叛乱事件中，我们应该已经可以很清楚地意识到，清代台湾动乱的根本问题在于藩界，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不受帝国直接控制的界外三藩地。清廷不愿意也没能力花额外的成本去直接管辖藩界外的土地，因而大量的界外土地逐渐遭到汉人拓殖集团的侵垦。这些土地多半不是无主地，而是原住民的传统领地。但由于大清官府不直接实行控制，所以也很难管到。然而，如果清廷相信汉人，或是与汉人联手瓜分原住民土地的话，这可能也不是个事。但关键就在于满洲朝廷对于这批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极端不信任。无论是18世纪初的封禁政策，亦或是18世纪中叶出现的3层制族群分布体制，都是为了防止汉人殖民集团的扩张。其中，清廷尤其担忧这些讲扶老话的汉人拓殖者。这批扶老话拓殖者不仅广占界外田园，还拥有强大的私人武装力量，带给清帝国的统治巨大的麻烦。1782年，在台湾中部一带爆发大规模的漳泉扶老人的械斗，战火波及诸罗与彰化2县，数百田庄陷入战火，造成数百人死亡。冲突爆发的起因是一名泉州籍的汉人在彰化城赌博，被漳州人殴打致死。这起事件引发当地漳泉2系殖民集团的强烈冲突。我们来看一下这份奏折。这个案子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彰化县属金铜角乡在本年，也就是1782年的8月23日有庙会演戏，因为聚赌起了口角，泉州籍的廖老被漳州籍黄天之子黄玄等殴打致死。当时泉州人不知道凶手是谁，就称是金铜角庄干的，所以泉州人就直接抢闹地方，以致与当地的漳州人不服，也叫过沟仔等庄前来帮护，连日互相抢夺，欲行械斗。后来县府介入，查拿了一批人，才各自解散。漳州人黄天等人担心泉州人数众多，恐难抵御。4月，漳州籍的庄园大里驿的林某人于8月29日出庄，连攻方仔沟、过沟仔、新庄仔、鹿仔港等庄，全被泉州人主回。漳州人的攻势已有解散之势。然而，后来被正法的黄天等人私留了大里驿庄民，守护保庄。大里驿庄民临时间再次救火，召集了4个乡的罗汉脚单身汉。现在还在逃亡的番仔沟泉州人谢孝借口帮助鹿仔港等庄，当地人也聚众闹事互斗，趁机抢杀。从此一下一地散众，另一地又聚众，骚乱波及多处。这些地名我就不一一念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参看。这里继续说到，这起骚乱四害好几个月，漳州人的田庄被波及的大小村庄多达200余处。根据我们收到的情报显示，已经有数百人被杀害，甚至杀害了帝国军官8种，凌省大里驿的漳州土匪与番仔沟的泉州土匪，作恶太甚。
从这段描述，我们能清楚感受到这起漳泉械斗所涉及的范围之广。今天彰化、台中与嘉义都受到波及。细心一点的朋友应该能注意到，在上一期影片中我提到过大理，这是林爽文一族的大本营，林家以此为基地向外侵垦生番地。但早在林爽文事变爆发以前，大理义就是官府眼中的问题人物了。这里继续说到，据我们的调查，大理义的漳州人庄园林姓豪族，族大地多，素属强悍，乡里都很恐惧。住在近山脚之地，分为3庄，另外在内木栅一处紧连生番地界，尤其僻险。换句话说，清政府不是对界外汉人私垦，尤其大理义林家的情形一无所知，他们很清楚这些人在界外开垦田园，而且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但问题是，帝国统治台湾的首要目标就是用最少的成本来统治这块地方，意思是清政府不愿意出额外的钱来扩大管理。再者，当时这些漳泉籍的汉人殖民者虽然搞大规模武装械斗，但始终没有挑战政府权威的意思。清政府从福建调军来台，而当大清军队抵达大理义后，漳州籍的中国殖民者没有试图反抗帝国军队，因而这起事件没有抗官的性质，政府也不大可能以此为借口去驱逐这些界外殖民。所以清廷在表面上严惩了漳泉两派，处死了300多人，但没有涉及废除界外盐山一带的私人武装力量。我们也完全可以想象，当时界外殖民集团的军事动员能力已经非常强大，台湾地方政府恐怕也不想惹是生非，所以不愿意彻底解决界外问题。然而，虽然表面上的骚乱结束了，社会秩序重新回来，但这只是治标，没有治本，根本问题依然在那。4年后，清帝国将会为此付出惨痛代价。4年后的1786年，台湾地方政府追捕一批天地会徒众，这批天地会徒逃往大理义。我们不难想象，这批天地会成员为什么要跑到大理义？毕竟那里有强大的武装力量，还有诸多土地是不受政府直接管辖的。但除此之外，更是因为当地的大拓垦户林爽文也是天地会的会员。1787年2月14日，在天地会成员的请求之下，林爽文决定起义抗清，一夜之间前来大理义围捕天地会的官军，全军覆没。隔日，林爽文率领他的殖民武装力量进攻彰化县城。当时台湾地方政府很重视消灭这批天地会党徒，所以地方上的最高长官台湾知府与李藩同知等高级官员也都随军队北上。在往后林爽文大军攻入彰化县城的过程中，这些官员都惨遭捕杀。1个礼拜的时间内，林军便控制住了北边的新竹与南边的诸罗县。在这期影片中，我没有能力全面分享林爽文事件的方方角角。这起事件的过程非常复杂，但也非常有趣，涉及了汉人殖民者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漳泉的对立、闽客的冲突，还有就是如天地会这样半宗教组织在台湾的普遍流行，过程极端复杂。或许未来我会另辟一个系列来谈这起事件的战争经过，所以在这集里，我只想重点谈分界体制、界外私垦与林爽文事变的关系。林爽文势力最大时，除了今天台南以外，基本上台湾最重要的大城市都落入林军的掌控之中。然而，随着帝国大军陆续抵达台湾岛，情势开始僵持。尤其到了乾隆皇帝的心腹大将福康安抵达台湾以后，帝国派到台湾的军队已经高达6万之众。也是从这时候起，林军开始一路败退。这幅图描述的就是清军围攻大理义之战。清军除了投入传统的骑兵与工兵部队以外，也投入大量的火炮部队。我们也可以注意到，林爽文的军队完全不是一般人想象中拿锄头起义的农民军，他们也配有火枪甚至大炮。这里画的是林军试图用大炮来抵制清军的进犯，但火器与军力占优的大清军队最终还是攻破了大理义。我们可以想象，失去大本营的林爽文能怎么办？那就是逃到帝国不实际控制但他又很熟悉的界外藩地。当时林爽文余党往南绕过火焰山之后，往平林仔、基基埔集结剩余部队。福康安的军队在追捕的过程中得到熟藩的鼎力支持，因而福康安大军能跨出界外进行追捕。福康安大军在基基埔之战大破林爽文部队。这幅画画的正是基基埔之战。由于熟藩的支持，福康安的军队得以解决地形复杂的难题，将大炮运往基基埔，以优势火力轰炸林爽文军队。很快，林爽文也兵败基基埔，林爽文残部往东退入埔里盆地。
这时，在收藩武力的支持下，福康安招纳生藩部落、水里社，并联合收藩、汉人通事等大队人马入山搜捕。躲藏在埔里的林爽文余党，眼见情势不妙，率6、7千人北上，奔往今天台中的东势角。在准备渡过大甲溪时，遭遇生藩部落泰雅族的袭击，被泰雅族截杀400多人。林爽文军被生藩突击后溃散，分为2路逃窜，一路约2000人进入这里的台地地区，遭遇沿着大甲溪搜捕的大清军队，双方发生交战，最终2000人的余爽文余党被剿灭到仅剩40活口。另外一路则是林爽文的部队主力继续北上，但在接近石仔社时，再次遭遇泰雅族部落，一次血腥的屠杀又开始。林爽文主力部队的2000人惨遭屠杀，另外1000人遭淹死。最后，林爽文只能带领几百人向北逃离泰雅族的领地，往苗栗方向前行。不同于1768年的黄教事件，只有几百人规模。由于林爽文在界外有几千人的部队，因而机动力势必比较低，很容易遭原住民部落定位。在遭泰雅族2轮屠杀以后，林爽文已经无足够的武力和资源支持他继续率众游走于生藩地了。然而，他也没办法跨入界内，回到帝国控制的西部平原，那里有福康安率领了6万大军在围剿林爽文军。因此，林爽文在这个僵局下，最好的办法便是出逃海外。林爽文最远躲藏到了这里南港仔山南边一带的拳头母山一带，也就是今天台北的景美、木栅、南港一带。为什么林爽文会逃到此处呢？因为你现在应该也能猜到，这里在当时是属于界外生藩地，帝国统治不及之处。林爽文的算盘是潜行至这里的山雕，从那里出海离开台湾岛。我们也可以推测，不像是郑成功集团在东亚海域有庞大的贸易网络与据点。若林爽文真能出逃，恐怕也不是逃到日本或东南亚，而是回到福建漳州去。但之所以当时林爽文没有立刻逃走，是因为已近年尾，当时台湾吹的是东北风，从山雕根本出不了海，所以林爽文必须等到风向变时才有机会出海。清政府的官员大概也猜到林爽文的心思，所以清军扩大追捕林爽文一党。当时的淡水同知率部队到了八堵，招安了另外一批与界外原住民关系密切，同时又有叛乱前科的漳州籍盗贼头子，也就是后来被汉人尊为开发南洋平原之父的吴沙。吴沙连同生藩部落在界外展开围堵林爽文的行动，逼得林爽文又只能离开南港仔山。这次林爽文寄希望于新竹竹南一带的海边的港口，希望从那里出海。结果，当林爽文一行人进入到竹南一带时，被大清军队活捉，林爽文也随后被押送到北京，被凌迟处死。林爽文事件就此落幕。事件结束以后，北京朝廷开始认真反省过往的治台政策。林爽文事件带给西部平原汉人拓殖社会巨大的冲击。据学者估计，林爽文事变以后的台湾社会人口骤减了40-50万之多。要知道，1810年时林爽文事件过去20多年后，台湾的汉人人口约莫就200万。所以我们不难想象，林爽文事件带给台湾汉人拓殖社会巨大程度的人口流失，约莫25%。我们甚至可以说，当时的台湾汉人损失了1/3，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比例。乾隆命令福康安与福建当局立即着手规划改革。1788年，钦差大臣福康安与福建巡抚徐世珍上奏清查台湾着筹善后事宜，一则给北京，条列了16项改革意见。具体的内容我这里就不细讲了，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参看钦定评定台湾纪略，读一读当中的详细内容。但大体来说，1788年的改革重点在于放弃过去以防汉汉人为主的族群封禁政策，真正承认来自中国的西移民在台湾社会的优越地位。其中最关键的革新是开放大陆移民，只要查无不法，一般大陆人都能携家带眷的到台湾，甚至过去所禁止的单身汉来台的政策也得到了废除。
除了移民政策大转弯以外，过去清廷也强力控制台湾与福建之间的贸易往来。当时只开放了厦门与台南府城之间的对口贸易，但林爽文事变以后，钦差大臣福康安建议朝廷开放更多港口，让彰化的鹿港、台北的八里笨也加入对口贸易的合法行列。换句话说，清廷不止放宽了大陆的移民政策，同时也期待福建更多商人来到台湾做生意，将台湾彻底纳入福建省的社会结构之中。但实际上，汉人仍然是个巨大隐患。或许明政的势力已在台湾消除，但18世纪末时已出现了新的问题，更多秘密宗教会社，如林爽文事变中的天地会，都让汉人有机会成为叛乱的不安定因素。因此，福康安也强烈建议北京给予熟藩武力更多的重视，用以保护清廷在台湾的统治。我们来读一下福康安的报告。过去用来戍兵驻守的地方，虽然布置可称严密，但内山一带的区域非常辽阔，藩社交错，稽查很难周到。如果能招募熟藩，设立屯丁，虽不能远离本社，亦可在接近的地方与军营互为联络，对于巡防有实在的好处。我调查台湾近山的平埔地，本都是荒芜之地，是后来汉人开垦后才成为平埔地。臣等带兵入山收缴，查看南北两路，像是吉吉埔、水沙连、国姓埔、小南宰仙、芳寮等地，皆是良田，对已经成为守业。其他能够开垦的荒地还是非常多，应该在这些已经开垦好的埔地内拨给熟藩自行耕种，无需另给粮饷。仿照屯田之例，将壮健熟藩挑作屯兵，设立屯田军营，无事时就各自耕田，防守藩界隘口。如果有越界搞事情的汉人或逃窜的盗贼，都可以派藩兵去追捕。所以拨给熟藩的土地都要让他们自行开垦，照台湾的藩田规定免去赋税。什么意思？过去的爱藩制是熟藩为田主，然后让汉民任佃农。现在新的藩屯制是直接让熟藩担任屯田制的主体，寓兵于农，不再另外依靠汉人爱田的军粮。熟藩不再是驻防藩界隘口的武力，而是变为清廷治理台湾内部的军事力量。那么，如果熟藩不再守藩界，这意味着藩界要废除了吗？还是没有？清廷仍然奉行小政府主义、低税政策，所以他们还是没有足够多的资源去开发生藩地，所以藩界还是在那。如果藩界仍在，那现在谁去管理藩界呢？答案是让爱叛乱的汉人去管理。林爽文事变以后，北京朝廷已经完全意识到汉人殖民集团是岛内最大的势力，只有汉人才能制衡汉人。所以虽然仍有一部分隘口是由熟藩部落负责管理，但1780年代末期以后，出现更多的是由汉人主持的民间私隘。在新的体制下，清廷也丈量界外田园，划定藩界，所以才会有所谓的绿线藩界。但是守隘的责任交由汉人，汉人拓垦户有足够的资本人力，便能向官府申请承包，地方政府批准以后，这些汉人就成了所谓的爱垦户。爱垦户可以自行开发界外土地，自行招募爱友，也就是合法化私人武装力量。换言之，清政府基本承认了半独立的汉人武装势力。清政府透过这些得到政府承认的武装势力来管理藩界，尤其是界外的汉人。这也是为什么19世纪的台湾出现非常多的爱垦号。比较多人听过的大概是新竹的金广福垦号，这是一个闽客合资的武装开发集团。如果你有机会到今天新竹的北埔，可以参访一下慈天宫、金广福公馆等地，这些都是汉人殖民台湾所留下的痕迹。这也是为什么台湾现在各地都有许多地方称作公馆，像是台湾大学的所在地台北公馆。台湾大学的公馆之名起源于19世纪初时，一批来自中国泉州的移民开发当时称为泉山的地方，约莫是今天台北市的文山区一带，而汉人在该处所建立的殖民拓垦总部称为公馆，这个称呼沿用至今。另一个比较知名的拓垦号就是前面提过的吴沙的垦号。吴沙被闽南籍汉人称颂为南洋平原的开发之祖，但实际情况是南洋平原早就有原住民在那里生活，但在林爽文事变爆发以前，吴沙等一干漳州拓殖者便开始侵垦界外的噶玛兰地区。这种违法的行为却在吴沙协助捉拿林爽文以后，不只让他得到了官府的认可，还得到了3位北部漳州籍金主的赞助，成立了垦号庆幸
信庄。庆信庄垦号率领大批主要以漳州籍为主的拓垦者侵垦南洋平原。如果今天各位到宜兰玩，你大概很快就会发现，宜兰很多地名是以节来命名。在清代台湾的脉络下，从1节到19节的节就是武装拓垦的小单位。当年的吴沙和一票漳州籍的汉人殖民者，就是一节一节的侵垦原住民的祖传地。如果没有林爽文事变，这一切都没有可能。1780年代末的改革导致的结果是，汉人拓殖得到官方的承认，但由于北京不希望大规模的拓垦引起不必要的社会动荡，所以在发放爱垦牌照方面异常谨慎，也因而汉人殖民者没能一夕之间拿走整座岛。19世纪初的情况是，汉人殖民者大量从福建、广东一带来到台湾，一点一滴的向界外侵垦生番地。然而，这个缓慢的侵略的节奏却在19世纪中期以后发生了转变。1842年，清帝国打输了鸦片战争，西方帝国主义现代化来到了东亚海域，西方乃至后来的日本进入了这片海域，尤其是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直接给予大清一记强烈的外部刺激。19世纪末，清政府废除小政府和藩界体制，开启了现代化政策。清代台湾的开山抚番时代浮上台面，北京力图将整座岛完整纳入帝国的控制之下，这时的防范对象不再是汉人殖民者，而是外来的西方与日本势力。到了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以未割台之前，清政府早已牢牢掌握了整座台湾岛，但这是之后的内容了。